那天我听到一句话，顿时觉得背脊发凉。有人说，武统台湾的三步棋其实早就流出来了。第一步就能让全世界陷入经济恐慌。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可当我把这些片段拼凑起来，越想越觉得合理。别忘了，台湾可不只是台湾，它是全球经济链条里最敏感的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先别急着往后看，我们先从芯片说起。台积电这3个字你一定听过，全世界超过 90% 的高端芯片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苹果手机、特斯拉、电动车、英伟达、显卡几乎都得依赖台湾的工厂。如果哪一天台湾停产，就像血液突然停止流动，全球高科技行业会立刻休克，不是几家企业的事，而是整个数字世界的神经系统瞬间短路。你能想象吗？股市会在几分钟内狂跌，科技巨头的市值一夜蒸发上万亿美元。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光是芯片供应链的一点卡壳，就已经让全球汽车减产几百万辆。那如果是台积电整片停掉呢？后果绝对比疫情还要惨烈。这就是第一步的杀伤力。哪怕没有一颗炮弹落下，光是局势紧张的消息就能让市场先跌一轮。想想看，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那几天，光是航母调动、战机绕飞，台股就跌掉了8000亿新台币，全球投资人跟着心惊肉跳。金融市场最怕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不确定性。只要台湾海峡的局势一升温，美元、黄金、石油都会乱跳。到时候你看见的新闻标题不是战火爆发，而是全球股市蒸发数万亿，资金疯狂涌向避险资产。换句话说，第一步根本不用真打，就足以让全世界陷入恐慌。可问题来了，中国会不会只停在这一步？显然不可能，因为光是经济恐慌解决不了核心问题。于是第二步才是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如果真要动手，那一定是全面登陆、正面对轰。但有些军事专家透露，其实计划没那么简单。第二步是锁岛，也就是彻底切断台湾与外界的联系。别以为这只是纸上谈兵，想想看，一旦台海周边布满军舰潜艇，台北港、基隆港被拦住，台湾还能靠谁来送粮、送油、送半导体的原材料空运呢？对不起，连天空都被禁飞区封死。台湾是岛屿，所有补给都得靠海空通道。只要把通道一掐，不需要一枪一弹，经济和社会就会像气球慢慢瘪下去。这听上去像科幻小说，其实美国五角大楼在几份内部报告里早就模拟过这种场景。结果发现，哪怕美军想介入，也很难第一时间打破封锁，因为台海太近，中国大陆所有军力都在门口，美国航母赶过去也得担心被导弹覆盖。更现实的是，美国有没有勇气为了台湾跟中国硬碰硬打一场？别忘了，美国在乌克兰身上已经给了答案，支援可以，但直接参战很难。对台湾来说，如果真被锁岛，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断粮、断电、断芯片原料，那种感觉就像城市突然停电停水，你能撑几天？而第三步才是真正的终局，等台湾经济、社会、民心都被拖到临界点，再来个斩首行动，把关键的政治和军事节点迅速控制住。你会发现这3步棋环环相扣，第一步是金融恐慌，让全世界乱了阵脚；第二步是锁岛封锁，让台湾自己撑不下去；第三步才是决定性的行动，几乎不给对手任何喘息时间。这种打法跟传统认知里打一场全面战争完全不同，更像是一种心理战、经济战和军事战的混合。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全球其他国家就眼睁睁看着吗？这正是最吊诡的地方。第一步的金融恐慌其实是对全世界的一次警告，谁要插手，先准备好吞下自己经济崩盘的苦果。第二步的锁岛更像是给盟友出一道选择题，你敢不敢冒险破局？而第三步则会在所有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一瞬间收尾。听上去是不是很冷酷？但正因如此，很多人才觉得这3步棋比正面开打更有可能。可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悬念，时间。有人说，未来10年是关键窗口，中国大陆的军力正在快速扩张，尤其是东风导弹、航母编队、反卫星系统几乎每年都在更新。
而美国呢，正在全球多线疲于奔命，中东、乌克兰、亚太都在烧钱，越往后拖，对台湾来说就越危险，因为第一步的威慑效果永远掌握在主动方手里，一旦局势被点燃，金融市场、供应链、投资信心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到时候全世界想不恐慌都难。在那场全球性的恐慌逐渐散去之后，人们才发现第一步并不是终点，而仅仅是开端。北京很清楚，单靠一次金融与航运的冲击，顶多能让世界陷入短暂的慌乱，却不足以彻底改变棋局。于是第二步浮上台面，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与掌控。这一棋隐秘得多，也危险得多，因为它不只是短期的震荡，而是要动摇各国赖以为生的制造与科技根基。设想一下，台积电的晶圆厂一旦停摆，全球有多少产业会瞬间陷入瘫痪？从汽车到手机，从医疗设备到军工系统，几乎所有现代生活的底层逻辑都与芯片息息相关。而在这条脆弱的链条中，台湾扮演着核心角色。美国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极力拉拢台积电赴美建厂，日本、欧洲也都提出合作与补贴。但问题在于，即使在美国，亚利桑那台积电的工厂也难以在短期内复制台湾本土几十年的工艺积累。换句话说，这是一条短不了的链条，谁能掌握，谁就能在未来10年主导全球经济的节奏。北京若在第二步出手，不是单纯动武，而是通过政策、供应链调整、资本与资源调度，逐渐把全球制造业吸向自己。比如，他可能要求凡想继续获得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必须将关键零部件采购、研发中心或数据存储迁入大陆。这样的软硬结合手段不会像第一步那样轰动，但它像慢性毒药一样，让对手在看似正常的交易与合作中逐渐失去独立性。就像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用减产与涨价震动全球经济，中国完全可能通过晶片 OPEC 的模式来左右世界科技的脉搏。而更深一层的是能源与原材料，很多人忽略中国掌握着全球稀土供应的60%以上。稀土虽听起来冷门，但它是电动车、马达、导弹制导、风力发电机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如果第一步金融与贸易的恐慌是惊雷，那第二步产业链与稀土的控制就是无声的绞索。全世界的工厂可能看似还在运转，但利润在被抽走，未来在被锁死。到了这一步，外界的反应将极其复杂。美国与欧洲会大力扶持本土制造，但时间换不来工艺积累。东南亚会迎来部分转移，却因为基础设施与人才缺口难以承接全部。日本和韩国虽有半导体实力，却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挤压。结果就是一个看似多极化的产业格局，背后都绕不开中国的隐形把关。这正是第二步棋的杀意，不需要正面碰撞，也能让对手在经济层面逐渐依赖。然而，故事真正的高潮还没到，第三步才是最让人后脊发凉的。当金融的雷声与产业的绞索让世界疲于应付时，军事牌才会亮出来。这一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全面登陆或炮火，而可能是一种准战争状态。通过封锁航道、设立禁飞区、常态化演习，把台湾一步步闷死，直到国际社会习惯这种既成事实。设想一下，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画出一条灰色地带，每天都有军机与军舰穿梭，商船保险费暴涨，航运公司被迫绕道，资本开始自发撤离。那时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登陆战，台湾的经济就可能因孤立而逐渐失血。这第三步最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会给对手明确的战争宣言。换句话说，它既不是全面开战，也不是单纯演习，而是一种持续施压的灰色行动。国际舆论会发现很难界定到底算不算战争。如果算，那北约、美国是否该出兵？如果不算，那台海又如何维持正常贸易？这种模糊与拖延恰恰是最致命的陷阱。更进一步，中国完全可能在第三步叠加科技战，比如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推动自己的标准成为全球规则。别忘了，过去100年，世界秩序的根基就是谁制定标准，谁收取红利。若未来 AI 芯片、6G 通信的核心协议握在北京手里，那些依赖使用的国家每年要付出的隐形税将是天文数字。这种长远算计才是武统三步棋的真正精髓，表面上是军事行动，骨子里却是经济与规则的统治。而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第三步金融与心理战的结合。很多人以为战争就是炮火和导弹，但21世纪的战争最致命的武器往往是看不见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某一天全球金融市场突然暴跌，不是因为经济基本面出了大问题，而是因为某个意外事件触发了连锁反应，外资在恐慌中疯狂撤出亚洲市场，一夜之间蒸发数万亿美元，普通人辛辛苦苦存下的退休金、房产基金，甚至是股票投资，都在几天之内缩水，得不成样子。这个时候，谁还能冷静思考？资本外逃带来的不是暂时的震荡，而是长时间的信心崩塌。金融市场一旦失去信任，就像玻璃杯摔碎了，再怎么拼凑都不复原样。心理战才是最深层的杀手。比起导弹击中目标，心理战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你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主动放下防备，甚至质疑自己所坚守的一切。比如，大量的舆论和假消息会在短时间内充斥网络，精准地打击人们最敏感的神经，经济会崩溃，养老金还能领吗？会不会被迫上战场？这种无形的恐惧会比真实的子弹更快瓦解一个社会的稳定。对普通人来说，每一次看到股市下跌的曲线，每一次听到新闻里的可能封锁、货币贬值，内心的焦虑就会被无限放大。长期积累下去，整个社会会陷入一种自我消耗的状态，大家忙着抢购美元，忙着囤粮，而不是思考真正的长远策略。当第一步的经济恐慌与第三步的金融心理战结合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经济恐慌制造了不确定性，金融与心理战则不断放大这种不确定性，直到把一切拖进泥潭。而第二步的军事威慑正好嵌在这两者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让外部世界不敢轻举妄动，让内部社会逐渐崩溃。换句话说，这三步棋像是一个套环，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孤立的。如果你问这样的战略会不会真的出现，其实迹象早已写在墙上。过去10年，美国为了对抗中国，频繁拉拢盟友，设立关税壁垒，结果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越打越发现自己依赖亚洲。比如芯片领域，台积电的高端制程几乎占据全球市场的90%，而美国本土的晶圆厂即使投入巨资，也还在追赶。再比如稀土，中国掌握了全球70%以上的供应量，这些关键原料用在从导弹到电动车的一切高科技产品里。美国如果想脱钩，代价将是整个产业链的重塑，而这个过程少说要10年，多则20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台海真的爆发危机，全球经济就像被人揪住了命脉，根本没有喘息的余地。这里面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你以为国际投资者会坚定支持某一方吗？不会，他们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在恐慌中寻找套利机会。比如黄金、美元和瑞士法郎，这些避险资产会在短时间内暴涨，而亚洲新兴市场货币则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到那时候，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钱不值钱了，物价一天一个价，工资再怎么涨也追不上生活成本。这种无力感比任何外部压力都更具毁灭性。很多人以为战争会在战场上结束，但真正的赢家往往是在金融市场上提前布局的人。历史上，二战期间美国就是通过美元与黄金的双重操作，成功在战后确立了全球金融霸权。而今天，如果台海局势成为新的导火索，谁能保证不会再出现一次金融霸权的重置？这才是隐藏在三步棋背后最大的悬念。第三步棋的真正恐怖之处在于它几乎没有硝烟，却能悄无声息地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走向。假设第一步造成全球恐慌，第二步引发芯片危机，那么第三步就是新秩序的诞生。它不会以炮火的形式登场，而是通过一连串看似正常的国际规则重组出现。比如金融结算体系，长久以来，美元几乎是无可撼动的结算货币。台湾地区与全球半导体贸易大多也是通过美元体系完成。但在局势一旦紧绷的情况下，中国完全可能推动区域内国家以人民币或是数字货币形式完成结算。这种操作看似只是金融手段，实则是在重新划定经济边界。你可以想象，一个过去依赖美元的供应链突然转向另一种结算体系，就像一条大河改道，原先下游的国家会立刻失去水源，只能被迫跟随新的水道。这才是第三步棋最深层的威慑。这种经济秩序重建的影响不是3-5个月能看出来的，而是会在3到5年间逐渐显现。比如能源交易，若中俄中东国家加大对人民币结算的接受度，欧洲、东南亚进口关键资源时，就会发现旧的美元规则不再那么稳固。
再叠加上中国在新能源、储能、电动车等产业链上的布局，等于是把未来的石油、电力和电池牢牢握在手中。台湾问题的军事紧张只是一个触发点，但由此引发的经济秩序转换却可能成为全球资本不得不面对的新常态。也就是说，哪怕最后没有真正的武统，这三步棋一旦启动，世界经济已经提前进入一场重组的预演。更吊诡的是，这三步棋并不需要完全公开才产生震慑，光是流出一点风声就足以让市场天翻地覆。还记得2022年俄乌战争刚爆发时，光是关于能源供应的传言就让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在几周内飙升了5倍。更早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只是在几个基金做空和市场谣言之下，便把整个东南亚经济推向深渊。如果把这些经验投射到台海局势上，你就能明白，信息本身就是武器。一个不确定的三步棋，可能比真实的炮火更让资本市场恐惧，因为资本最怕的不是坏消息，而是未知。换句话说，这三步棋是一种可见与不可见的结合。第一步，通过军事影像和演习制造可见的恐慌；第二步，通过供应链断裂形成肉眼可见的经济冲击；而第三步，则是隐藏在未来规则里的不可见转向。三者合在一起，就像一个三段式的剧本，先是惊雷，再是风暴，最后是无声的改写。很多人以为所谓的武统一定是炮火连天，但真正高明的手法是在对手还没开战之前，就让他的经济系统逐渐瓦解。到那时，即使台湾本身没有完全失守，国际社会也会因为连锁反应而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就像一个棋局，不是最后那颗子决定输赢，而是中间几步早已埋好的伏笔。更重要的是，这三步棋的外溢效应会让美国陷入两难。如果美国选择全面介入，势必要消耗巨量资金和资源，拖累本土经济。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估算，若美国要在亚太维持一个长期的高强度军事存在，每年花费至少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这笔钱几乎等同于美国国防预算的1/3。可问题是，美国的债务总额在2025年已经突破35万亿美元，利息支出每年接近1万亿。这种财政结构能不能长期支撑，谁都心里没底。倘若美国不能长期承担这笔代价，那么在亚太的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会重新衡量与中国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三步棋不仅瞄准台湾，也瞄准了整个西方联盟的耐力。所以当外界惊呼武统三步棋流出时，真正的深意并不是马上会打仗，而是把经济的悬念推到每一个人头上。股市投资者担心下一次熔断，芯片行业担心停产，普通人担心物价飞涨。那些原本看似高远的地缘战略，其实早已化成了我们身边的柴米油盐。这正是三步棋的可怕之处，它们并不单纯属于军事或外交，而是悄悄改变你我的日常。人们或许可以躲避新闻，不关心国际政治，但没人能逃得过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和未来的存款价值。一旦这套棋局落下，所有人都是棋盘上的一颗子。